为了不把剩下的3个月租期也砸手里，珍宝轩的老板用了最快的速度，把房东找了过来，然后又找来几个同行过来评估货品。割肉这种事情，永远是决定最难下，但只要做出了决定，挥起刀来，手起刀落，就没有割不掉的东西。房东十分爽快，毕竟下家有了着落，不然万一等现在的租户到期，又没人愿意接着租，那自己还要费劲巴拉的找租客，空一天就亏1天的租金。所以他来到之后，立刻跟2人签了一个认可剩余3个月租期转让的协议，又跟周良运签订了新的合约。周良运也不需要立刻交钱，只需要在3个月租期到期，新的租期开始之前把房租转给房东即可。签完协议，古玩街定位和珍宝轩一样的同行们便蜂拥而至了。这里的商户最喜欢到同行的店里盘货，一旦这个同行决定不再经营，甚至不打算再亲自零售尾货，就代表着他愿意接受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清货给同行。进价100块钱的东西，往往给个70、80就能拿了，比自己跑去外地进货划算得多。老板眼看着同行杀过来，没用半小时就把所有的货都清走了，不由得对周良运出言感慨，看来这肉该割的时候就必须得割啊。以前我只要看着这堆货就头疼，现在全清走了，心情一下子就舒坦多了。虽然亏了不少钱，但终归是换个痛痛快快的好心情。周良运赞同的点头说道，人说眼不见心不烦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当这些东西成为你的拖累，虽然它们还有价值，但在没有出手变现之前，只能为你提供负面的情绪价值，每心烦1天都是一种无形的损失。老板点头道，你说的对，就像我当年入的那个石油股，从我买进它的第2天起，往后的每一天都是割肉的最佳时期。可惜我就像个鸵鸟一样，一头扎进沙堆里，啥也不管了，傻乎乎的等回本。10几年过去了，算上通货膨胀，我至少亏了90%。周良运微微一笑，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心态，犹豫不定且一直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。这样的人其实不适合做投资，永远掌握不好止损和止盈的时机。那老板眼见货都清得差不多了，便叫上几个朋友帮忙把自己剩下的私人物品都收拾出来，又叫了一辆小货车全部拉走。随后对周良运道，里面这点桌椅板凳都有年头了，卖也没人要，送了又可惜，我估计你也瞧不上，不过可以留着先过渡一下，你订新的也要时间，到时候新的来了，这些让他们带回去就行。好，周良运点了点头。那老板又道，对了，店的招牌我就不摘了，你要是不喜欢，回头换的时候让人摘了也行。周良运笑道，珍宝这个词儿，行业内用的太多了，不过我这个人也懒，就不费心起新名字了，到时候换个字，把珍宝的珍换成甄选的甄。时值中午，周良运的新铺子便已经交接完成。他并没有摘掉珍宝轩的牌匾，而是从街头买了一套文房4宝，自己用宣纸临时写了珍宝轩这3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字。他决定从收古董和鉴定古董入手，这个珍字就显得十分恰当。与珍珠的珍字虽然是同样读音，但却是完全2个意境。后者是为了彰显店里面都是好东西，而前者则是为了告诉客户，这里更擅长甄选与鉴别。字写好了，他便直接踩着梯子，把字附在了原本的招牌之上，随后又写了一块告示，内容只有10个字，写的是收天下古董，鉴各方宝物。临时的招牌和告示刚挂上，陈宇飞便带着一个恭贺开业的花篮跑了过来。一见面，他便热情地说道，哎呀，周经理，您这效率可是真够高的，昨天傍晚才回来，今天中午这店就开业了。周良运微笑道，一个人做点小买卖，当然是越快越好了。陈宇飞把花篮摆放在珍宝轩的大门边上，略带几分责怪地说道，周经理，您还是太见外了，这古玩街差不多一半的商户都是老相识了，您新店开张，怎么不跟大伙儿说一声，大伙儿多给您送几个花篮，这气场不就起来了吗？
周良运忙拱手道：“陈经理破费了，不过我这小买卖开张，还不知能不能干得下去，不适合一上来就大张旗鼓、高举高打，还是低调些好。”陈宇飞点点头，笑着说道：“您真是太谦虚了，以您的实力，很快就能在古玩街打响名头的。到时候您这珍宝轩的买卖肯定是咱们街上最火爆的一家。”周良运客气道：“那就借您吉言了。”正说着，张二毛笑眯眯地走了过来，见周良运和陈宇飞在门口，故作惊讶地说道：“哎呀，这不是周经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周良运也认出了张二毛，之所以还记得张二毛，是因为在他看来，张二毛是整个古玩街脑子最活泛的摊贩，聪明是真聪明，只是之前在周良运看来，张二毛的聪明都没用在正路上。他算是见多识广的人，能看得出张二毛这种人虽然有小聪明，但并没有沉下心来将小聪明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一技之长。再加上他出身卑微，没有贵人提携，想出头还是很难的。不过今日再看张二毛，明显感觉这个人的气场和之前有些不太一样了，人也从之前的骨瘦如柴变得圆润了一些，看起来似乎是最近日子过得不错。于是周良运微笑着问他：“二毛，现在还在古玩街做生意吗？”张二毛笑着说道：“偶尔吧，偶尔来。现在主要是跟着一位老哥哥做点事儿，古玩街这块儿有点顾不上了。”说着，他故作好奇地问道：“周经理，您这是买卖新开张？”“对。”周良运点头道：“新开张，收点东西，另外也帮人看看东西。”“鉴宝啊？”张二毛笑着说道。“鉴宝好啊，鉴宝最近很热，到时候再开个直播，用不了多久就火得不要不要的了。”周良运本身就是来金陵重新开始，本意就不想高调，所以对直播也不感兴趣，便随口道：“直播现在也不好做了，早就错过了进入的好时机。现在搞直播，不花钱投流几乎没人看，花钱投流的话，还不知道哪辈子能赚回来。我资金也有限，就小打小闹的混口饭吃得了。”张二毛点头笑道：“要不说周经理您是行家，一开口就是专业。”说着，张二毛又道：“对了，我这边还有不少经常出货的朋友，不知道周经理支多大的锅，我看看他们有没有合适的东西拿过来跟你合作合作。”支多大的锅，大概意思就是想问问打算投多少钱。周良运要收古董，所以这话也是问他能拿得出多少钱来收东西。周良运谦虚地说道：“我这段时间就是瞎折腾，也没攒下多少钱，拢共手头也就几十万。要是便宜实惠的物件儿，我这里肯定没问题，要是尖货，我怕是就吃不下了。”得嘞。张二毛知道了周良运大概的资金规模，便开口说道：“我回头给您攒一攒相关的资源，看看能不能促成几单买卖。”周良运拱了拱手：“那就谢谢二毛了。”张二毛笑着摆摆手，对陈宇飞说道：“陈经理，劳烦帮我给周经理备个花篮，钱我回头转你。”陈宇飞赶忙道：“哎呦，二毛哥，您跟我还客气什么？花篮我来准备，您就甭操心了。”张二毛点点头，随口道：“走了两位，有机会一起坐坐喝杯茶。”说完便迈着步子离开了。陈宇飞知道张二毛来摸完周良运的底，回去肯定就会想办法帮自己弄他一把，于是便也松了口气，对周良运说道：“周经理，那您先忙着，我也回去了。二毛哥的花篮，待会儿我让人送过来。”周良运心中若有所思，微微一笑，点头说道：“有劳了。”目送陈宇飞离开，周良运心里感觉有些不太对劲。他并不知道陈宇飞正处心积虑要把自己从古玩街赶走，他只是觉得陈宇飞作为吉庆堂的经理，在这古玩街上身份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人物。张二毛不过就是个到处忽悠、四处拼缝的小贩，在古玩街也就比莫流稍微强点有限。陈宇飞怎么会开口叫他二毛哥？莫非这张二毛最近有什么际遇？想到这里，他感觉张二毛刚才出现在这里，似乎有了几分刻意。此时此刻，张二毛在古玩街绕了一圈，
一头钻进了吉庆堂的大门。一进吉庆堂，陈宇飞就赶紧把他请到了后面的 VIP 接待室，随后急不可耐地问：二毛哥，怎么样，有计划了没？张二毛不紧不慢地说道：你看你，急什么？你好歹也是吉庆堂的总经理，他不过就是开个几十平米的小店儿，店儿里连一件能卖的东西都没有，你怕什么？陈宇飞感慨道：二毛哥，这姓周的行事风格雷厉风行，你刚才没看，他刚把店盘下来，用毛笔写上招牌就开门营业了。他这人有两把刷子，比古玩街那些搞鉴定的强出不少，要真让他这么干个1、2月，怕是这名气就打出去了。说着他又道：不瞒你说，宋氏集团的财务部门一直想把我这块业务裁撤掉，是宋小姐力排众议才把吉庆堂留下的。由此可见，宋小姐对吉庆堂那是有感情在的，而且肯定偶尔还会关注这块业务的情况。万一让她知道周良运回来了，而且又做得不错，说不定就会动了请他回来的念头啊。张二毛心中暗暗嘲笑，这信息渠道不够灵通，就是会吃大亏。你陈宇飞担心谁来抢你的位子，都不用担心周良运，因为他当初之所以被赶走，是因为得罪了叶大师的老丈人。宋小姐对叶大师无比尊重，言听计从，绝对不可能把周良运这个得罪过叶大师的人请回来，真是杞人忧天。不过他倒也没有把这层关系说破，毕竟陈宇飞有求于自己帮萧长坤出口恶气，捎带手就能让陈宇飞欠自己一个大人情，一箭双雕的事情，何乐而不为？想到这，他便笑了笑，说道：本来我是不想插手这种事的，不过你小子这次运气好，我最近刚好闲来无事，既然这周良运有两把刷子，那我就要看看他跟我张二毛比能耐如何。说罢，他开口道：周良运不就几十万吗？我回头就找一件能让他这种行家也打了眼的东西，一次把他这几十万吸干，到时候他没了启动资金，还他妈干什么古董？陈宇飞激动地说道：那可太好了，到时候我再让人暗中宣传宣传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周良运刚回古玩街就打眼，让他丢钱又丢面儿，我看他还怎么在古玩街上立足。张二毛点点头，又道：陈经理，不如我再送你一个顺水人情吧。陈宇飞忙恭敬地问道：二毛哥，您说的顺水人情怎么说呢？张二毛道：我把东西准备好之后，会让人先拿到你这里来鉴定，到时候怎么点评，怎么看出东西的毛病，东西假在哪里，我都提前告诉你。你准备好监控，到时候在监控底下演上一出，等周良运打了眼，你再把视频放出去，前有你陈经理火眼金睛识破赝品，后有他周良运瞎了狗眼倾家荡产，这么一对比，传到宋小姐耳朵里，你的位置也就更加稳固了。陈宇飞想破脑瓜子也想不出这种一石二鸟的好主意，顿时激动得无以复加。他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专业能力不够，配不上吉庆堂总经理的位子。如果这件事真能成，那就是对这种质疑最好的反击。于是他兴奋地握住张二毛的手，感激道：二毛哥，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。张二毛笑了笑，随即严肃道：陈经理，这件事要是成了，记住你欠我一个大人情。陈宇飞毫不犹豫地说道：二毛哥您放心，这件事要是成了，以后上刀山下火海，您一句话，我陈宇飞眼都不带眨一下儿的。张二毛满意的点点头，随即开口道：行了，你先忙着，我回去准备准备。陈宇飞忙道：二毛哥，要不喝杯茶再走吧？那好，茶叶我都备好了。张二毛摆摆手，正事要紧，茶等事成之后再说吧。随即他便迈步走出了吉庆堂。一出吉庆堂，他便掏出手机给萧长坤打了过去。电话一通，他便兴高采烈地对萧长坤说道：萧会长，昨儿说的那件事儿，我这儿有谱了，您什么时候方便，我当面跟您汇报汇报。